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台北时间早上的7点25分左右哦，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的外海发生了规模8.8的强烈地震，结果接下来又连震11震哦，2次的规模都超过6，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立刻就发布了海啸的一个警告。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勘察加半岛的小镇啊，有一个海岸全都被灭了，高空的这个透过空拍的镜头，你看到哦，它的港口哦，它的各种的这个建设都被海啸给淹没。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首波的海啸啊，袭击了这个俄罗斯哦，所以这个好像有人说这是世界末日吧？哦，这个景观看起来很可怕，因为不久之前哦，其实坊间不断的在传说，哎，有世界末日哦，所以他们说这个景象就是了吧？有当地的居民就讲哦，海水已经冲毁一处鱼类的加工厂，就当地的一个加工厂也被毁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当地的居民哦，流露出来的一些画面哦，像是这个楼房哦，整片墙都倒，这是原来是一个幼儿园哦。那州长就说这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一次。而另外这个海啸也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哦。我们看到日本今天一整天都有一个海啸示警，他们日本的电视台会出现像这样子哦，黄色的左侧哦，会有一个大字打出"快逃跑"哦，日文。快逃跑，所以在沿海的这些居民就出现了逃跑潮。你看到这个车辆哦塞在路上，这个是日本的3米海啸的警报哦。像北海道的串路啊，就有一大堆的居民说：“哇，太可怕了，赶快避难，赶快逃跑。”海啸一抵达日本啊，民众就挤满了屋顶哦，大家逃到哦，就是往高的地方跑，在屋顶上面，我们看到这个空拍图，而整个太平洋看起来哦有被席卷。那日本的海啸的画面也曝光了，我们看到波涛汹涌的海浪哦卷上岸哦，你可以看到这是日本的气象厅哦，针对北海道到和歌山县的太平洋沿岸都发布了海啸警报哦，所以这个地方哦，沿岸的居民现在呢都已经避难去了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讲到末日景象哦，前一阵子不是很多人在谣传吗？日本的观光客也都跑光光啊！哦，就是龙树亮的《末日预言》这一本书，我所看见的未来哦，所以现在又被大家给提起了，很快的就登上了热搜榜哦。很多网友就说：“哦，这就是他梦到的场景吧？哦，日本真的要小心哦。虽然震央不是在日本，可是海啸也其实某种程度也影响到日本了。”而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夏威夷还有菲律宾的海滩，都积极的把它给关掉了。你看到夏威夷本来都是度假的观光胜地啊，所有的旅客完全撤出去哦，所以海滩哦，这个都是空的。而当地也有塞车的状况，机场停飞，加油站也塞爆了哦，避难所全部开放，因为大家不敢掉以轻心，不知道这个灾难的规模会到哪里哦，大家能躲的、能逃的先离开。那我们看到呢，包括美国有2地的警戒哦，包括我刚刚讲的夏威夷以及阿拉斯加的沿海。来请教彬哥。其实今天这个大震出来，就是很多地方就开始发了海啸警报，包括日本是反应最快，因为他们距离相对最近。然后台湾这边本来也是预估今天下午1点18分左右的时候会来，那后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知道很多人听到30公分的海啸，觉得30公分算什么？觉得很矮。其实不是这样算的啦，因为它30公分，如果你单纯只是按高度算，真的是没什么。可是问题是它是有叠加效应的，而且根据不同的地形，它会扩大它的效应，所以在某些地形它会显得特别大。而且海啸这种东西，它是整面，它跟海浪不一样，海浪上啪一下打过来就算，海啸是源源不绝一路这样涌上来，所以你一旦被它卷住，你可能就逃不掉。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种东西。那实际上俄罗斯人也因为很少看到海啸，你知道网络上就有个画面，说他们这个大震发生之后，俄罗斯居然一堆人在那边等着看海啸，好危险哦。对啊，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嘛。那还好，事后那个海啸好像并没有很大。如果真的很大的话，你在那个地方你逃都逃不掉。那他们现在到底伤亡状况、损失状况如何？然后讲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在俄罗斯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而且勘察家那附近震央附近的几个城镇，它的通讯什么都已经断，所以它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当然，我们希望灾害损失是越少越好。那日本这边也看起来也是虚惊一场，
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可是，请大家注意海啸不是说你看到这一波来就过去就没了，它后面可能还有几波，所以还是要严阵以待。最好今天的范围之内都不要到海边去，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大家在担心什么？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会不会引发琉球海沟的那个地震？因为我们的琉球海沟的100年周期刚好就是今年2025。那你要知道，我们全部都跟勘察加半岛那边一样，我们整个就是太平洋火环带。那太平洋火环带是这样的，它一个地方如果压力开始放松了，它可能会有连带效应，会影响到火环带上面其他的地方。因为本来压力紧绷的地方，你这边放松了，那我这边是不是跟着压力就要往那边释放？那可能就会牵动过来，是不是一定会牵动？不知道。但是如果一旦牵动了，那事情就会很大条。有专家估计啊，因为台北市是在盆地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高楼建筑，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生双重效应。那如果一旦发生双重效应的话，专家估计琉球海沟如果真的发生规模7以上的大震，台北盆地有可能会震到超过3分钟。3分钟的震是非常非常吓人，我相信经历过地震都知道，20-30秒就已经很多人吓得要死了，尤其是高楼。对，那3分钟就不得了，3分钟很多建筑物会承受不住。那台北市又是台湾老旧建筑最密集的地方，因为台北市大部分的建筑都没有更新，对，很多都40-50年、50-60年以上，所以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就非常不妙。那当然我们希望它不会牵动，但如果牵动的话，老实说，大家真的要赶快听到警报，就要赶快逃生，以策安全。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俄罗斯发生了8.8地震，日本包括美国夏威夷都有海啸，我们台湾也有海啸警报。赖老师，我觉得不能够掉以轻心哈。我想观众朋友都还记不记得巴厘岛的大海啸啊？后来还拍成影片啊。那当然，他们讲到夫妻跟孩子之间他们的那段悲惨的经历，那亲情很感人。但是整个灾难来了以后，我们人类会显得很渺小、很无助，所以不能掉以轻心。那事实上，这个海啸已经到台湾了，在1点18分的时候，第一波的海啸已经进来。所以我们的气象局也已经发布了一些警告啊。他说，刚刚韩冰有讲啊，不会只有一波，它是一波一波一波。所以气象局的警告是说，只要高于30公分到1米的话，人车就会被带走，就被卷走，就会被卷走。所以目前来讲，也还是不适合做海边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台湾的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的沿海这个地方，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海上的活动，因为这种灾难来了，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人的宝贵生命就这样没有了。那我觉得日本他们的做法跟美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海啸一般估计30公分，可是最高的会到3米是3米，那就已经是相当的可怕了。所以他们已经进行人的疏散那当然，在夏威夷也很早就宣布了，这个川普也马上就已经通知夏威夷的民众要进行紧急的疏离。不过很遗憾的，因为大家都怕死了以后就开车都上路了，上路以后就塞车，就造成了交通的瘫痪那交通瘫痪以后，那真的是危险的事，因为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那人就必须要赶快离开，然后往这个山上走。高处但是因为夏威夷这个地方它是海岛现在目前来讲，很多的科学家都在计算这个海啸的这个水一波一波来的时候它的高度，那么在测它会影响的。我们也注意到附近有一些港口，像美国有一些在日本的军港他们的军舰都已经在做撤离因为你一旦进入了，如果海啸高的话在尤其北海道那个地方，你根本这个你停靠在港口里面，它一拉上来，你的船一往上推，你到时候就推不下来了，就卡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事件大家都在保持高度的警戒。好，再度的帮气象局打一个广告目前警报还没解除所以麻烦各位千万再忍耐一下，先不要到海边去从事海上的活动。
对，大家还是远离海边比较安全。我们进一下广告。俄罗斯的这个8.8强震引发的海啸，对我们台湾也有影响，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来请教将军，这次海啸虽然说30公分，说到台湾来可能只有30公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水如果说高30公分，大概到你脚踝左右，你在游泳池里面你试着走走看，你就走不了了。这个走的速度来讲，跟你所预期的大概最少是1半以上的时间要多花1倍以上的时间才走得到，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台湾有几个地方，那时候这个日本3.11海啸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这个我在中部地区当教官嘛所以特别关心那些学生，所以有去了解一下。譬如说台中地区，像我们经常讲的高美湿地这个地方，大家喜欢都跑到，因为它这个波河海，如果说退潮之后，几乎可以走到外面去玩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水突然这个潮水突然上来了30公分，而且一直淹到30公分，你要再走回来，那个时间就花很久。因为高美湿地退潮下去将近有1公里那么远呢，那你1公里30公分，你要走多久啊？我跟你讲，如果说继续再配合涨潮的话，等到这个水淹到你膝盖来讲的话，你大概就走不动，你要非用游泳的方式。那当然，我们以前都听说海啸，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基于最近这几年，因为科技的进步，让我们不断看到，尤其是说让我提心吊胆的是，在我短短的这几年之内，看到3次的大海啸。第一次是南亚海啸，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场景嘛，突然一下那个水直接就淹上来了，然后多少几万人的丧命，而且范围之广超乎我们想象之外。原来只是一个巴厘岛，结果没想到连印度那边整个印度洋来讲的话，几乎都淹掉了那日本的3.11海啸是我在电视荧幕上面亲眼看到它转播。那后续来讲的话，这个各种的影片也陆陆续续出来，这让人家看到真的是非常感觉，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感叹大自然力量之伟大，不是人类所能够抗衡的。那台湾当然很幸运，这几次我都没有这个海啸，虽然只有发布警报。但是没有实际上面造成我们台湾的这种危害，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像是所有天灾绝对不是说这个，尤其是地震不是我们能够所预期的。当然我们能够做的，就像是现在如果说气象局发布不管是海啸的警报，或者是说暴风雨的警报，我们都不要掉以轻心，要做好各种万全的准备。那当然前一阵子说这龙数量的预言是不是就这次应验？那当然有它的巧合所在了它预言原来说是7月份，但是这次也是在7月份发生的，只是地点。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加萨走廊现在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过去22个月，将近3年的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些人居住在加萨走廊的人几乎是被围困来进行轰炸。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加萨的卫生部已经讲了，过去22个月，这个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万，超过6万人。那现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些做法，在外交部的做法其实引起相当大的讨论，因为我们的外交部说是要来资助以色列建设医疗中心，这医疗中心建在哪里呢？是在以色列的屯垦区，可是这个屯垦区基本上是以色列夺取殖民的巴勒斯坦的领土，所以在国际法上面是有禁止支持屯垦区的建设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干，那就是2023年以来第一个有国家公开对屯垦区提供直接资金的政府。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放在非常前面在国际上面会非常突出。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的秘书长他就讲这个不但是可能违反国际法，而且还会成为以色列种族灭绝的共犯所以兹事体大很多的民间团体也都劝政府可能要再想一想。那现在外交部是说还在研议和讨论，没有具体的落实而且他说这个计划并没有踩到屯垦区国际禁令的红线，所以详细的计划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希望政府要再想一想，要再看一看。现在加萨走廊的人道危机的的确确已经变成了一个让大家都要来这个关心的地步，包括你看到台湾巴勒斯坦自由连线组织者他叫拉拉，他说现在全球的小国联合起来在做正义的事
哦，的的确确像是我们看到南美洲，在这里，南非、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古巴、洪都拉斯哦，这些国家还有包括马来西亚，因为它是回教国家，这些国家它成立哦，在反对以色列种族灭绝行为的海牙小组哦，所以你来连接一下这些国家，或者是你要放眼看到真正的国际情势跟国际新闻呐，台湾在背道而驰。现在连大国那个所谓的西方大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也没有正式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的主权。我们台湾这么勇敢啊，要走这么前面啊，急先锋啊！现在再来关心加萨的惨状，其实很难讲哦，因为你看了其实会掉眼泪的。饥饿的情况、饥荒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先看到加萨的卫生部自己讲的，他说有147人死于饥饿，就是活活饿死，其中包括有88名儿童。很多人在饥饿的边缘，大概50万人是在饥饿的状态，没有办法吃饱饭。联合国昨天有开会，他评估粮食短缺状况的 IPC， 他直接讲了，饥荒最糟的情况正在加萨地区上演，普遍饥饿、营养不良，还有疾病。导致与饥饿相关的死亡人数上升。其实很明白的讲，大白话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们在挨饿，他没有食物，他得不到医疗。那以色列就讲啊，说没有啊，我每天都停火10小时啊，这个停火的时间我有让粮食进去。可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讲，每天进去加萨的卡车不到50辆，你怎么喂饱210万人口啊？你这样子的规模，你需要5到600辆卡车才可以喂饱这些人。你基本上把它围起来，还不断的投掷这些所谓的武器啊、炸弹啊，你到底要把这些人逼到什么样的绝境？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他也有为自己这个解释啦，他说的确啦，粮食供应很难，可是有大量的谎言、造谣。所有你报道惨状都叫造谣。现在美国看起来也不挺了，我们来看看。نروح على الموت عشان نجيب رمل ورز رمل ورز زاد على الارض لمينه ليش بيرمونا على الموت. This aid is disgraceful. We are not dogs be made to run after aid. What a bold-faced lie. There is no policy of starvation in Gaza. And there is no starvation in Gaza. I mean, some of those kids that's real starvation stuff. I see it. And you can't fake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food centers. 纳坦雅胡还敢公开的说谎，他说没有饥饿问题。我们看到的照片都是假的吗？联合国都在说谎吗？川普已经很难再帮他圆了啦。他说责任要由以色列承担。他也说这些孩子看起来真的是饿坏了。他也有美国的情报啊，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完全否认呢？好，我们来看看法国，他打算空投援助物资，空投一些粮食进去吧，因为他把路都封了嘛。那现在德国也要启动公投了，美国还说你联合国的会议在做公关噱头，你们在刻意夸大。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里面希望解决2国方案内容是以色列和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和平共存，可是讲半天没有用战争还在发生，饥饿还在上演，看起来以色列和美国的代表已经回避这个议题了。可是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很多国家明确的批评以色列，因为作为一个人，你真的很难忽视这个情况。来，彬哥，我觉得以哈战争加萨走廊的惨况，我想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东西否认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就是确实在发生。那我就不懂我们的外交单位到底脑袋是烧坏还是怎么样？你在这个时候去淌这个浑水，到底要干什么？我真的不懂。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加萨这些受苦难的人就算了，结果你还去帮助以色列，我真的不知道。请问一下，你就算去帮助他，请问一下，以色列会感激你吗？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会因此而改变吗？你知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以色列的第2大贸易伙伴？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不差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那除此之外，你觉得以色列会因为我们赞助他一点点小钱，然后就改善跟我们的关系，甚至跟我们建交吗？你觉得会有这种可能性吗？所以我不知道，特别选在这种节骨眼，全世界都在盯着看的时候，你去说要去援助他这些什么相关的医疗计划，你如果援助加萨走廊医疗计划也就算了，我们赞成啊。对啊，对啊，你援助的是屯垦区，以色列去占领人家的地方的医疗计划，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策？然后现在还在研究，这东西连研究都不应该研究吧？不是吗？至少你就算未来有这个计划，现在也应该搁置，等到中东这边恢复平静之后，两国关系改善之后再说吧。这个我真的不懂，到现在执意而行，是不是美国爸爸要求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不然的话真的很奇怪，这是非常错误的决定，浪费钱，然后又让台湾招致骂名，你完全得不偿失。那至于说在加萨走廊这边的状况，这个真的不用骗人，210万人每天要吃饭，你开什么玩笑？50辆卡车怎么可能会够？你看纳塔雅胡的说法就知道，其实他虽然说否认有饥荒，也没有饥饿政策，可是呢，他的意思很明显啊。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有饥饿政策，那边早就没有人活。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纳塔雅胡只愿意让加沙的人有最低生存标准，就是让你活着而已。饿你去饿吧。在纳塔雅胡的标准就是这些人只要还没死，都不算饿。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啊。所以他就是用最低限度，你不要说我没有人道救援了，我还是去，我每天就几十辆卡车，让你杯水车薪，让你们大部分人都在挨饿。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他认为他这样子可以把哈马斯饿死，他的目的是这样，但是他为了要饿死哈马斯，要把整个加萨的人都饿死，这就是以色列在干的事啊。过去这几个月，其实最常发生是什么事？每一次这个加萨走廊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为了这仅有的一点点粮食补给，去追这些补给站，然后到这边就被枪杀，已经发生多少次了？联合国谴责多少次？有什么用？每一次只要一谴责，就被美国跟以色列挡下来，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英国说啊，如果你再不开放这个加萨这边人道援助的话，我可能就要直接跟那个巴勒斯坦建交了。你建交啊？你觉得以色列会在乎吗？他会怕你这件事？他背后是美国在撑腰嘛？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虽然是以色列在做，实际上是美国，就是美国把所有的箭全部帮以色列挡，他在背后扛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撼动美国，你就没有办法撼动加萨走廊的状况。那欧洲这些国家每一个讲的都很大声，哪一个真的愿意去做？谁敢去得罪美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无解，我们大概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人间炼狱在加萨走廊发生。我们反对纳粹对犹太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我们也同样反对以色列人现在对于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这种活活想把他们饿死的种族灭绝。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行为，应该要严厉谴责，而且要有办法来去制止以色列做这件事。英国、法国说要到9月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现在7月，你为什么现在不承认？你现在就可以承认，所以你在装什么姿态？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欧洲的你们这些每天把人权挂在嘴巴的这些国家，不要再演了，现在就承认吧。你现在可以承认呢，为什么要等？另外，台湾民进党外交部，你给大家讲清楚，联合国有个决议，联合国这个决议就是要以1967年为主，屯垦区就是以恢复到1967年的情况，1967年以后的屯垦区都是违法的。那你现在你要援助以色列的屯垦区，你是直接跟联合国对干，你直接跟所有的穆斯林，包括印尼、马来西亚、中东、沙特、阿拉伯等等所有的国家，你直接跟他们对干。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你要想清楚，你这样做的话，你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你直接挑战国际法，你跟整个全世界的穆斯林的国家为敌，然后你的石油要完全依赖这个美国跟美国的供应吗？你确定吗？你真的要玩到这么大吗？另外一个部分里面，空投
的效果很有限，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专家告诉你，200万人、210万人，你一天空投能空投多少？空投的能量是很有限的，所以很早就已经告诉你要建立起海运的一种运输跟陆地的运输。美国不是也找他们的工兵在这个加沙地区要建一个临时的海港吗？结果花了3个月，盖了快到完成了以后，一个海浪一吹没了，这被大家笑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说，原来美国的工兵的水平就是这样，可是一投下去又是几个亿美元就投下去了，没了。那后来美国就不做了。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要不只要空运，你最主要要海运，要陆运，而海运、陆运唯一能够做到的，那就是美国嘛。美国你可以给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为什么？以色列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了，它需要你美国援助。所以你美国如果断了以色列的武器弹药，你美国如果断了它的外资来源，你美国如果断了它的物资，你对于它，你不是很喜欢搞关税贸易制裁吗？你只要对于以色列实施制裁，坦白说，以色列有哪一个地方不听话？他绝对听话的。你对很多国家你什么都敢干，你为什么唯独不敢做？你为什么唯独不敢做？那就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的金主背后都是犹太人，所以美国人是犹太人所掌控的一个美国。那结果是如此，结果就是你今天装模作样，我不能够再没看见，你不能够再没看见，然后呢，你可以做事情嘛？川普，你不是很有能力吗？你不是很有本事吗？可是你到现在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巴勒斯坦这些难民未来只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被炸弹炸死，第二条路就是小孩完全被饿死，下一代完全没办法再生，没有办法再繁衍，生不息了。第3条路就是现在成年人全部都被病死。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川普讲了一句话，他说要将加沙走廊变成一个度假中心，将那边推平，变成海滩度假中心。大家不要忘记了，每次联合国对于加沙问题实施人道救援或者是要求停战的时候，都被美国一票否决，所以任凭以色列打到现在。如果说我们将川普形容成一个魔鬼撒旦，正在执行一个灭绝人种的行为的时候，那这个撒旦手上那把镰刀，我觉得就是纳坦雅胡，他就是那把镰刀。现在不就是正是在做这种事情吗？如果说各位有看到最近加沙难民的这些婴儿的影片，我相信每一个人会不忍心再看下去，每一个小朋友都骨瘦如柴，每一个妈妈都抱着他的婴儿在怀里面，因为营养不良而过世，这真的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是很遗憾的，我们台湾居然要去当撒旦镰刀的那片磨刀石，要帮忙去做磨刀。大家不要忘了，其实在这次事情之前，我们外交部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开战之前，还曾经鼓励我们台湾年轻人到哪里，到以色列去打工度假。那现在来讲，又要去帮以色列在屯垦区做医疗的救助。我觉得这背后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台湾希望跟以色列建立比较好的外交关系，可是你这个不择手段，你去帮一个屠夫，将来你就会在人类史上面留下骂名，这是第一个手。第二个，我认为以色列现在来讲，他也面临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这场仗打了快2年了，那他很多年轻精壮的这个世代，目前都还在军中从事作战的任务，所以他的生产力，他的年轻人是不够的，所以才希望说是我们台湾去他那边打工，叫我们年轻人去补充他的兵力，补充他的人力，生产的人力了，去补充他的这个医疗的人力做这些后勤资源的方面。那我们台湾自己要去思考，你要不要当那个撒旦手上镰刀的那片磨刀石？如果你去做的话，就是那个磨刀石，你就是协助这个撒旦屠杀人类的一个共犯帮凶之一。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翔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正当大家抓这个战犯把矛头某种程度对向柯建铭，可是现在大家赫然发现，柯建铭可不是脑子不好哦，他脑子好得很，他很精明，他早的去申请什么商标，大罢免大成功的商标，申请的日期是6月5号。那申请人就是他本人，因为地址是青岛东路嘛，就是他的这个办公室嘛。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觉得会大成功，然后大家会戴上这个大成功的帽子，还有 T 恤吗？还要大捞一笔吗？注册商标，这个真的是你我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所谓这个蔡英文是不是跟赖清德还有在互斗呢？而赖清德很难走过蔡英文的障碍，他有心魔吗？我们先来看看大罢免之后蔡英文前总统他出面了，他感谢罢团的志工，他说这一次的726，大家一起上了最实用的公民课。可是很多人帮他解读啦，帮他翻译啦，意思是有人帮赖清德上了一堂公民课吗？因为结果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显而易见嘛。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有人在讲说，这是有阴谋的，大家不要看这么浅，要看深一点。那是因为英系在斗赖系，所以呢，英系的侧翼网军引诱故意陷害赖清德上车。赖清德傻上车之后，才发现他没有办法驾驭这一台车，他没有办法驾驭罢团。后来大失败，被设定成战犯，掉入陷阱。陷阱是谁设的？英系，蔡英文。所以大罢免从来都不是为了大成功，而是大罢免大逼宫。这是结论。网络上就有很多这些光怪陆离的讨论。这个是阴谋，大家可能可以看一看。可是谁晓得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我刚刚讲的蔡英文障碍、蔡英文心魔，是不是一直照在赖清德的身上，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子里呢？我们看到的确啦，从数字来看，2020年蔡英文的得票率57%，拿到817万票；2024年赖清德只有拿到40%，467万票。那你看到呢，在网军在网络战争上面呢，蔡英文某种程度得心应手啊。可是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好像都变成了曹兴诚的侧翼，曹兴诚自己讲的民进党变成侧翼而且这个侧翼当的还不好，还被骂，还被究责。在外交上面，2016年蔡英文刚刚上任的时候就跟川普通了电话呢，而且他上任1个月而已就过境美国本土迈阿密任内8年过境美国11次。可是赖清德上任到现在只过境过离岛也就是不是美国本土的关岛到现在已经就任1年2个月了，还没有踏上美国本土。所以这样一比较下来，就胜。赖清德真的可能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很生气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平，心里面会觉得很不服。所以你看到过去8年蔡他的国会都过半完全执政。赖清德一上任就是只有5·1战队，国会是少数所以他才急于改变这样的现状吗？大家看到这样的脉络，我都有点同情赖清德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最新的消息是，川普总统是不是拒绝了赖政府的过境呢？我们看到外交部有出来解释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所谓川普拒绝，因为根本没有出访的安排。没有安排哪来的拒绝大家不要以讹传讹了，没有什么叫做美方不同意或者是取消的事情。可是路透社有不一样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是说不会取消访美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去拉丁美洲，就是要去我们南美的邦交国嘛，所以最后可能会有一些让步在今年的下半年过境德州或者是美国某城。所以看起来纽约因为比较重要，所以没有办法过境吗？那另外我们看到台湾的关税现在谈判到底如何了？我们到底可以拿到几%的关税呢？现在看到呢，很多媒体报道说是15%左右啦彭博社是说川普已经给了最佳税率，可是还没有确认这个数字是多少。那彭博说
传出美国要求台湾比照日本加码投资更多，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你要拿很多很多钱去投资美国。那日本拿了多少？是5500亿美元。我们台湾要付出多少呢？我们看到亮哥有透露一个讯息，说他的消息来源是美国要求我们台湾出3000亿美金，大概是台币将近9兆，去投资所谓软银孙正义的 AI 园区，记得吗？日本的这个软银的孙正义不是有答应这个川普要去投资？那我们也要把钱放进去。那另外呢，美国的媒体这是国会山庄报说，为什么迟台湾的关税还没有开讲？那当然是跟中国有关因为川普现在跟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呀，把台湾先 hold 住啊，这个也是川普的一张牌嘛。哎，彬哥，老柯今天有解释啊，他说他是怕被对手抢先注册了，让他没有办法去弄这些竞选小物，所以呢，他们只好赶快去登记，然后就是怕这个出了意外。那大家信不信？我是不知道。可是6月5号已经很后面了。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6月5号你申请，而且他那个申请还不是最终定案哦，那只是申请而已哦。等到你真的拍板过的时候，罢免也结束了。对啊。所以这看起来比较像是为了后续吧。对，还是以后每年都要来一次，所以他预先他先想这个商机无限，所以先留着，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反正老柯的想法是。很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那我只能说他很厉害啊！我必须向柯总道歉。我以前讲实在话，我有点不太尊重他，我一直以为他有点怪怪的，每天那边鬼打墙、盘古开天辟地，原来人家精明的要死所以人家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想象的。脑子很好，对，必须要向柯总召道歉。那至于说蔡英文，他很妙，他在选前最后2天突然之间发了一个文，然后选完之后他比就是大罢免的。大失败的结果一出来之后，他比赖清德都还早发文就先发了，然后现在又出现了，然后直接讲，看起来第一个蔡英文并没有忘掉他过去英系的这些成员，那甚至我们也看到前2天这个嘉义受灾的时候，那个蔡依瑜不是去找赖清德，而是去找蔡英文报告，所以显然英系认的主子还是蔡英文，而不是赖清德，这个对赖清德来讲当然是个威胁。那可是你说是不是英系故意挖一个陷阱让赖清德去跳呢？我必须讲，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家有没有挖陷阱是一回事，赖清德你就这么傻吗？就要跳下去吗？他也要判断一下。是啊，你又不是傻瓜，对不对？你干嘛一定要跳？而且如果说之前是英系挖陷阱让他跳的话，今天在中常会他宣布823他要再战了。对啊，对啊，所以。显然不是人家挖陷阱，是他真的很想战，不就是这么简单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去怪英系啊，是从头到尾赖清德自己就很想战，他就是想要借由大罢免把在野党干掉，让自己能够完全执政。所以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好怪别人，要怪就怪赖清德自己。那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人在敲碗什么，你知道？赖清德你不要只是在中常会讲一讲，你干脆御驾亲征啊，自己跳出来就下去辅选啊，下去拉票啊。因为反正你就是不甘心嘛，非要来这一次大登场。对啊，就大登场啊！大家期盼已久的大登场，对不对？都场面很大。不然你要让我们柯总召的预言破功吗？对不对？这样很可惜耶。所以我建议赖总统就这样干吧，就直接跳下来吧。搞不好，因为对他来说，其实胜算也不算太低。为什么？7席里头只要抢到1席，他就可以说大成功了。对不对？因为抢到1席，他就变国会最大党了。对不对？对了，也是啦，可以这样解释啦。是啊，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总统这是一笔蛮划算的生意，赶快去这样干吧。那我可没挖坑给你跳，你自己要不要跳随便你。那我们在外交上面的处境本来就很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一次是先巴拉圭总统先爆料说8月赖清德就要去，然后结果我们当时请大家注意我们可没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是不置可否。然后林佳龙就浩浩荡荡先去踩线，直接到巴拉圭去，然后你现在突然之间告诉我说完全没有任何出访计划，那林佳龙在干嘛？那巴拉圭总统在干嘛？你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那你现在说完全没有出访计划的话，那请问一下，是之前有人骗了巴拉圭总统吗？是这个意思吗？那是不是我们的外交部要去谢罪？所以我觉得不用拿这种东西去搪塞国人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安排出了状况，就是因为太早曝光，然后老公那边可能抗议了，那美国为了怕影响到中美之间关系，所以就 hold 住，就是这样嘛，摆在眼前的状况就是这样，这没什么好骗人的嘛。我觉得这也不丢脸，因为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那可是现在对台湾来讲，出不出访不是最重要，重点还是关税，关税到底多少？昨天股市谣传22%，就股市就跌了200-300点。那今天呢，又有这个5500亿这个传言出现，那到现在都没有定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今天已经7月30号了，好像8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所以只剩明天最后一天，那到底要不要公布？还是我们就这样被忘了？这样好吗？被忘了很惨可是我们32%对，就恢复变32%，那不是更惨？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第一个，川普要赶快公布了吧，也不要让我们一直悬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大家也必须要早点知道消息，不管消息有多坏，至少你知道消息之后，我们要赶快因应啊。因为说真的，如果之前传闻的消息都是真的，你觉得特别条例那930亿够吗？恐怕9300亿都不够了。所以真的赶快公布消息吧，让大家早点因应。将军，有一句话叫做“上帝要灭亡一个人之前，先会让他疯狂”哦。那我们回想一下，看看这次大罢免所有青鸟的动作，是不是接近一种疯狂的举动？那堂堂一个执政党哦，民进党好歹也是我们这个执政党，也算是一个大党，那怎么会让这些青鸟去做这些疯狂的举动？我觉得后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了哈，是不是某个人要叫他灭亡之前，先让这些青鸟出来做这些疯狂？因为我们现在回想看看整个大罢免已经结束了，可是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但是回头去看，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有些动作，这个几乎是根本是超脱人性。譬如说是你在马路上面随便霸凌一个人，随便用一些言辞，我觉得都会激发人民的反感。那民进党到现在一直搞不清楚，到底你们输在哪里？我跟你讲，你输在就是你们让这些青鸟在那边路上随便乱羞辱人、乱骂人，还有做一些举动，这个甚至于用司法来这个压迫，这个对敌对的阵营来讲做压迫。那赖清德你自己本身，你回头去看看，我们有一句话哈，叫敌人就在本能寺。你现在来讲，回头去看看你自己的本能寺。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赖清德他的个性，他本来就是有名的嘛哈，他偏见、固执哈，然后这个孤僻。然后你看他从当台南市长不进议会，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他当了这个党主席之后，我对他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党主席的身份回到台南去以后，叫台南这些包括黄伟哲市长，包括到台南的立法委员，包括到这些市议员，因为台南发生太多的弊案，包括光电弊案等等，造成很大的民怨。我记得那个镜头，他要咔开来，叫大家站起来鞠躬。叫黄伟哲，人家好歹也是一个台南市长，你是一个党主席，对，不讲政中人和，你就等于说，好像一副你是皇帝哈，叫这些臣子鞠躬跟老百姓道歉。你想想看，这些人心中会不会埋下任何这个仇恨的种子？接着我们再看哈，赖清德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就以这次勘灾来讲的话，哈，你看林俊宪跟陈亭妃两个走在一起，他这个跟陈亭妃讲啊，你这样讲一下就好了，你就不要讲了，那完全就把这个镜头全部给这个林俊宪，这种偏袒之心啊，连路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紧接着我们看他，当然对政敌来讲，你可以说是司法是公正的，但真的是公正吗？我们一开始他一当总统，第一件事情先整肃这个郑文灿哈，郑文灿大家都认为他是大阿哥，是民进党合理接班人，他先把他干掉。紧接着对柯文哲，那站在民众的心中会怎么想？你站在青鸟的心中会怎么想？站在民进党里面的这些所谓郑文灿派，他会怎么想？你就是借着司法手段来打击异己嘛。所以说这个林总总，我觉得这次会闹出这么一出荒唐的大罢免，是不是反而是敌人出在本能寺里面，自己本能寺里面有人在煽风点火，叫你去做这些疯狂的事情，然后造成民众对你的离心离德，造成你的大失败。那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当然在这边就不便多讲，但是我们从我们画面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不管是在得票比例，或者是当初这个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在立院的多数，尤其是让我们更加玩味的是，蔡英文在投票的当天前一天，他讲的那句话，我会去投票，但是他
不讲他要投的是什么票，是同意罢免还是不同意罢免。从这个态势，我觉得大家心里头都很清楚，到底为什么会闹出这么一场大罢免的这种闹剧出来。如果赖清德自己本身还看不清楚，还执意要823继续干到底，你就继续干吧。我觉得那就可能是不只是大失败而已，那彻底崩溃了。对，他已经确定了，823就是要继续，对，要继续823炮战。对，要继续823炮战。哦，要在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哦，这样子哈，所以大罢免就大失败，然后就大快人心啊。所以蔡英文讲的没错啊，全台湾的广大的民众给这些青鸟罢免团体、民进党上的一个宝贵的公民课。也就是当你尽失人心的时候，那全体的海外的民众都回到台湾来投下宝贵的一票，不同意大罢免。所以蔡英文，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你支持这个不同意大罢免？你是站在多数人民的这一边，还是站在少数人民的那一边？你要说清楚嘛。你到现在不告诉我们，你是站在广大的民意这边，还是要站在对抗广大民意的那些让台湾广大民众厌恶、讨厌，然后已经厌恶你们已经到无以复加的这种霸团？你说你要鼓励霸团团体啊，霸团志工，所以你很明显的，你就是霸团志工的一份子，你也是青鸟的老祖宗，也是。然后1450也是你组织起来的，台湾的社会的乱象，台湾社会的矛盾的仇恨，1450的贡献很大。那这个1450里面，请问你蔡英文你的贡献有多大？你的贡献大到你把赖清德打到赖清德都求饶了，说放过我一马吧，不要再这样子对我了。你可以看到你把台湾制造多大的仇恨。你现在看到大罢免大失败，然后霸团跟民进党在互斗互咬，你跑进来要收拾收拢这些霸团的志工，然后变成你的部队，再来继续斗赖清德，是不是这意思？你告诉我，这个叫做公民课，叫做民主课程。请问你在美国待过？美国哪一届政府推动这个大罢免？你也跑到英国去待过，然后拿了一个到目前有争议的学历。那你告诉我，英国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全面性的大罢免？法国左右共治不知道多少次了，法国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大罢免？选输了就赖皮，就赖账，就翻桌，就不认账，然后就要推动大罢免。你告诉我，这是哪一个国家的民主课程？是这个实在是简直是把是非黑白、把道理颠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蔡英文，你法律系的，去修一些政治学吧。